各位网友，大家好！玩书走天涯，走进历史，走出现实。今天我们在现实中间来分析一只美国的股票，就是奥多比。为什么谈到分析它呢？是这样的，它目前是我的第三大重仓股了。未来我们要把我们的资金翻一倍啊！希望在这个年龄呢，不要做任何的失误。可能熟悉我的频道的网友知道，我之前已经开始布局了这个 BRK 点 B，就是巴菲特的公司了。这是第一大重仓股 BRK，但是目前呢没怎么涨，还可以啊，起码是过了成本区了。这个第一大重仓股是肯定不能输的啊，有巴菲特他过去的60年的成功经验做背书，所以这个成功，这个投资都不可能失败啊。虽然这个他的接班人阿贝尔可能比他要稍微顺势一点，比巴菲特但是那也肯定是凤毛麟角的人物了，对吧？被巴菲特看中来做他的衣钵的继承人，我们还是相信他。但是呢，毕竟那个 BRK 呢，它的盘子大，市值大，所以它未来，比方说未来5年能够每年10%，我觉得可以了15%我觉得是个目标，对吧？你很可能达不到15%，这难度比较大。巴菲特也说过了，盘子太大了，他投资标的不好找，所以呢，我第二重仓股就是谷歌目前也过了成本区了呃，谷歌我就不分析了，因为它这个太简单了。你看，真的毫无疑问，它是全球第一的搜索，是吧？完事现在做油管，天天靠谷歌赚钱的，是吧？它也赚钱有这个是吧？用这个自媒体打败了传统媒体这个是对行业是颠覆作用的，未来还有很长的那个增长路可以走这个赚钱没问题。但是呢，多少呢？它是第二大重仓毕竟呢，万一有风险呢，是吧？比方说这个 OpenAI 这种。未来这个 AI 取代了搜索，对不对？像网络现在就基本上也搜索很少了，都用 AI 来查数据了，对吧？所以呢也有可能性，是吧？所以呢，所以也不能说全仓，对吧？那么第三仓、第四仓就比较重要了我前段时间跟大家分享了这个洛克希德马丁，那是我的第四重仓我们今天谈的这个第三重仓，这个奥多比。那么实际上，玩水的历史观念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做投资一定要在能力圈范围之内你像这个玩叔之前搞的这个 UNH 是吧？就是那个联合健康保险公司抓了个底也抄了一下底抢在巴菲特前头那个呢，也是玩叔后面的30年工作都围绕理财投资这个行业，在中国做这个银行业的培训咨询和这个保险行业的这个管理咨询所以呢，这个行业还是比较熟悉，动一动。那么像这个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呢，原来玩叔多少是搞了好多年的上十年的军旅生活，在军中干过，所以对军情对军事是这个战争这个武器有一点研究，所以投资它。那么今天讲的奥多比呢，实际上就是玩叔原来是这个大学本科、研究生都是搞计算机的所以跟后来做了软件这个公司，搞的系统集成，多少跟这个软件都有关系，所以也算是这个业内也算是行业内，所以呢，不能超出我这个能力范围，所以研究奥多比，希望它未来保证未来能挣钱。那么奥多比简直比较简单的，因为它的业绩一直在增长，好企业。那为什么现在股价那么低呢？创了5年新低了呢，对吧？因为大家都认为 AI 要取代了。AI 的创意是吧？因为它就是个创意公司嘛，创意这个包括图片Photoshop 这个那个做它，然后做文档PDF 是吧？这样起来一家公司，那么它未来会在 AI 的冲击下还能不能生存，有没有护城河？这是我们今天谈到的重点，对吧？所以玩出呢，下面就从这些方面来跟大家分析一下分析一下这个奥多比公司，好不好？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奥多比在这个 AI 创意这块行业的一个分析。我也是还是老观点，从行业分析到公司分析到财务分析到估值，对吧？然后得到我们的结论因为这个结论未来是5年之内，我们需要4、5年能够翻一番嘛。所以你投资研究的厚度越深越厚越好5年翻一番，那就是相当于是1年15%4年翻一番，1年18%了
啊，3年翻一翻就24%左右，对不对？所以我们希望研究越深，获得回报的越高啊，这样一个目的啊。大家愿意听的话，听王叔扯一扯啊。我们首先看一下，在这个行业这块呀、现在 AI 应用这块有很多公司了，是吧？我这列了一下，这像什么 Slow 啊、Meta Meta 大平台了，这是吧？这是 Facebook 了，Meta 了是吧？APP 啊是吧？有很多 AI 应用公司。我们说的应用上呢，不止这8个。你说包括 AI 的什么模型的 AI 的这个芯片的，像这个 NVIDIA 那是吧？那更多了啊。我们只谈这个应用，就是奥多比，它目前处于这个应用这个行业啊。我们看看其他公司对它的护城河的一个威胁，它有没有护城河？一个企业如果没护城河的话，很容易被对手冲垮了，是吧？哎，是吧？被取代了啊，那就完蛋了。他没业绩了，完输了，投资不打水漂的嘛，对不对？所以不能让我们投打水漂啊。所以研究护城河很重要啊。首先，最强的威胁毫无疑问是 Meta 啊，Meta 这个毫无疑问，目前就是美国的七大家公司之一了，是吧？那么它在广告投放生成内容方面呢，毫无疑问啊，直接威胁到这个奥多比的这个营销的云市场份额，对吧？这个是啊。另外那个 Snowflake 啊，这个呢，它让这个企业的数据流呢脱离了这个 Adobe 的这个控制，那降低了 Adobe 在数据驱动方面的话语权，这是最强的威胁。这两家啊，那么中等威胁呢，就是 Palantir 和 AppLovin、Zata 啊这3家在数据与营销链条上构成一定的竞争，但它的规模和生态的话呢，比奥多比要低一点啊。另外，在这个低威胁包括互补方面呢，就是 Arcton、Weaver 啊。那么前者呢是安全的一个认证伙伴，后者则局限于那个医疗行业，这个它的这个只有点交叉啊，这问题不太大。所以呢，目前的 AI 运用这块对这个奥多比的威胁，先跟大家简单说一下哪几家公司啊，可能未来对它有些威胁啊。我们把这个做了个表，这个场景为什么重要呢？就是因为 AI 运用都在场景这块，有了场景运用，有了场景就有了应用。所以呢，长期应用这块呢，我们看一下，简单看一下，这个最强的看到没有，还是 Meta 啊，它在社交、广告、推荐算法和大模型这块啊，Meta 这块一直在很强啊，毫无疑问，尤其在广告营销这块啊。那么我想，奥多比想占领它也难啊，他抢它可能会容易一点啊。这是最强技能打了4颗星，然后第3个就是那个 Snow 这块，Snow 这块在云数据仓库和数据湖这块的话呢。与这个奥多比的那个客户数据平台啊有重叠，那么可能会抢占数据核心的位置啊，所以3颗星啊。另外呢，还有2颗星啊，就是 APP 啊，移动广告的分发 APP， 这个是它的优势了啊。然后这个 Palantir 呢也是在这个企业数据洞察这块和奥多比的 Experience Cloud 也有交叉啊。对它的威胁是2颗星啊。另外就在身份访问与管理方面呢 ，Okta 呢这个互补可能会作为一个未来的一个集成的伙伴都有可能啊。两家这个是吧业务互补啊，集成啊都有可能。这是目前这个场景工具的一个适配啊。那么我们总体看一下这个奥多比呢在企业的这个 SaaS 的业务布局啊，大家知道 SaaS 就是这个 Software as a Service 啊，这是就是很多提供软件的公司。啊，都是在这番布局。玩数原来也是搞软件的，为什么软件这个行业不会消失的？因为说句实话，我认为哪怕有 AI，你还是要靠人。AI 不能完全的就是取代人。我也许再过10年，但是目前不行。比方说你拿这个 AI 做个 PPT，现在做不出来。做的 PPT 有很多问题，玩数用过很多问题做不出来，它不能做出来。做的很多问题，对吧？你反正要搞。所以呢，没那么简单啊。所以软件行业、势力行业是吧？它会不断的进步。人家这个奥多比呢，10-20万人的这个规模也不是吃素的，每天对吧？坐着玩是吧？3大块，一个叫创意设计这块，就 Creative Cloud 啊，它的核心定位是面向设计、广告、媒体、营销等行业，几乎垄断了整个创意软件的市场，这是奥多比的核心优势了啊。
它的产品例子像 Photoshop、Illustrator、Premiere Pro、After Effects， 对吧？那么企业应用场景是广告公司、媒体集团、电商企业、大型制造业的品牌设计部门啊。它的竞争优势就是形成的行业标准，用户的学习成本高，粘性极强。用惯了它之后，你再脱离它，你是很难的，是吧？第二就是在这个第二块就是在数字文档这块，叫 Document Cloud， 它的核心定位就是呢企业的文档管理、电子签名与协作。因为在企业里面，大家都要签字的。是吧？美国总统不签字了，现在搞不好会把他抓起来啊！你说啊，那个这是经办人对吧？你要总统签字，你这签字他认可，他看到了对吧？怎么能看到你他签的字？这签字不能伪造对吧？所以这个电子签名还是蛮重要的哈。不管是法律文书还是我们这个一般的企业内部的管理一些这个文档啊，对吧？都需要签名。所以这一块也是奥多比一个强项啊。好，我就不展开了啊。目前呢，它一些竞争对手叫 DocuSign 呢，是吧？什么 Dropbox 呢，是吧？但是呢，它用它的 PDF 格式，它有它的天然优势。PDF 就是奥多比创造的，行业标准，对吧？行业认同了，你一下子改不来啊。第三个就是数字体验啊，就是 Experience Cloud， 它呢定义在企业的营销云啊，数据分析加个性化，当然直接和这个 Salesforce、Oracle、SAP 的竞争，就是奥多比可以蚕食他们的市场，当然他们也会守卫自己的市场，对吧？那么产品例子就包括这个奥多比的 Experience Manager、奥多比的 Analytics、奥多比的 Commerce， 是吧？等等啊，包括电商平台的客户数据分析啊，精准营销、内容管理啊，就是它能将帮助 Adobe 呢从设计工具延伸到全链路的营销与客户体验啊，这是 Adobe 想啊，它的有业务布局，就是别人在抢它的市场，它也在抢别人的市场，大概有这个情况，大家交流一下。所以总体从投资与行业视角来看的话呢，Adobe 的这个 SaaS 定位让它现金流很稳定，毛利率极高，但增长率呢越低于这个纯 B2B 的啊，如 Snowflake 啊 ServiceNow 对吧？他们纯 B2B 啊，这个 Adobe 呢，它是 C2B 对吧？它是 C2B B2B 啊。那么短板呢，在企业核心业务这块呢，像这个 ERP、CRM， 它不是第一梯队，这个客户管理系统啊，这个是吧？在项目管理这块，那 Adobe 它没有优势，不是第一梯队。但是呢，AI 的原生的这个 SaaS 上 AI， 这个 Adobe 可以加快布局。然后它机会点在于它的生成式 AI， 叫 Firefly 啊，正在把这个奥多比的创意啊，这个 SaaS 推向新一轮增长。这是从行业视角来看啊。我们再来分析一下公司分析。做了行业之后呢，公司分析这块就是呢，就看它现在有一个贴身对手对奥多比的挑战，一个叫 Canva， 这个是比较廉价的，大家大众化的啊 ，Canva 专门做图像、色美、海报的，还有就是这个 Figma 啊 ，Figma 这个专门做这个 APP 或者 Web 的这个网站设计交付的啊，这两家和奥多比呢形成了一个这个什么贴身的一个竞争啊。当然，奥多比它做视频、音频和专业视这个视觉啊，这块的啊。那么三家都在扩边界啊 ，Canva 呢往专业化走 ，Figma 呢往全流程走。那么毫无疑问，这个奥多比呢靠这个 AI 与整合稳固自己的整个生态的在线。目前在公司这块，它面临的这两家的挑战，跟大家分析一下啊。这个 Figma 呢，之前的这个奥多比想把它收购啊，后来因为这个美国这个没同意啊，这个是政府啊，这个联邦有个法律，那么防止垄断没同意啊。那么近2年呢，它这个发布了 Figma AI Figma Slide 啊，把协作从设计稿扩展到演示与更靠近研发的环节。尤其2025年继续加码一体化与 AI， 这是 Figma 啊。并且2025年呢7月份已经到纽交所上市了，代码是 FIG 啊，目前的季报显示正在高速扩张，所以当时奥多比没有把它收购成啊，还是很遗憾的啊。
那边 Canva 它是就是包括那可视化的办公套件，像演示、文档、视频、网站、白板、打印，它做宽，并向企业功能靠拢。它现在从个人做起，是吧？想往专业化走啊。它通过了收购这个 Affinity， 切入了这个专业的这个平面排版的修图的赛道，并且并购了 Laloda AI 强化生成式 AI。那么毫无疑问呢，多比在这块是首势，对吧？他用他的这个 Credit Cloud、Document Cloud、Experience Cloud 三线并进，从这个创作这个到 PDF 签署，再到企业级的数字营销与数据平台，加上现在最新开发的 Firefly 与生成式功能啊，比方说这个 Photoshop 到这个 Generative Fill 成为了这个增长的一个抓手。那么最新的财报显示呢，2025年财年的 Q2 营收再创新高，就是这个Adobe 的业绩目前没问题，那不像那个洛克希德马丁的业绩下滑了，它一直的上升。但是目前正在这个美国的贸易这个委员会啊，正在搞一个就是一个诉讼，就是他两个高管呢被提出起诉，就是他那个在取消订阅这块，他设置一些障碍，是吧？让别人不好取消，并且还取消还多收一些费用，搞这个小字体啊，这个在行业内的很多了，像亚马逊啊也是的，你要取消它的很难的，搞这个想把客户留下来，应该把产品搞好。不要在这方面花些小心思，但是很多公司啊，包括苹果也都在这方面搞啊，这可以理解，啊，这不是什么大事儿啊。如果这个官司败诉的话，那也就赔个几亿，也伤不了筋动不了骨，是吧？这个该要他的买他的一定会买，该不要的一定会退。就企业嘛，企业觉得不要他了，董事会开会决定取消，那你再怎么设一些小障碍也没用，对吧？是吧？这个概念大家明白吗？这个事不大啊，我觉得不太大。那么呢，客户群体规模这块的话呢 ，Figma 呢，它的核心产品是是产品加 UX 团队啊，并向开发者、产品经理与演示场景外溢，就是要演示啊，包括财报的些材料啊，与多家媒体梳理的显示啊，目前它现在有月活是1300万啊，企业流程扩张性比较强啊。那 Canva 的这个覆盖面比较广，2024年的月活是到了2.2到2.4亿啊量级啊，也被95%的财富500强使用。那企业版增长也很迅速，这两块贴身竞争啊，很厉害的啊。那么奥多比呢在固守，它面向创意人群以及企业营销这个啊，同时呢覆盖广大的这个文案办公用户。那么三大板块啊，分布收入年报中都还不错啊。各自的优势简单说一下，这个 Figma 呢主要在协作和云原生态这块啊，它用这个浏览器啊，多人的实时协作性强啊，设计系统开发与交付，是吧？也杀了壁垒啊。这个奥多比和 Canva 呢也有这个协作，但是这个 Figma 在产品研发性协同还更深一点。那么在用户覆盖与这个模板的生态这块呢，Canva 以超大用户基数加上模板素材库啊，这特别容易上手啊。玩说这个做这个玩说这个 logo 也是他 Canva 的设计的啊，是吧？那么 Adobe 呢，在这个专业深度与企业一体化这块呢，它的专业工具链是最全啊，从头像到矢量到视频动效，是吧？与这个 PDF 签署，再到营销自动化与客户旅程的这个分析。适合这个创作加内容云印加增长的全链条的企业，所以呢，它的 AI 战略呢也是不太一样啊。这个奥多比呢以 Firefly 全面嵌入，并建立这个商用安全与 AI 点数的这个计费这个规则啊。Figma 呢聚焦这个加速设计啊，原型的产出。Canva 呢通过内建生成式工具加上收购啊。加速人人可用的 AI 设计啊，让大家走入这个家庭，走入个人啊。所以呢，这个目前的竞争格局就由于 Adobe 和这个 Figma 的并购在2023年被终止之后呢，那么 Adobe 呢还要付这个10亿的反向这个分手费啊，也花一笔钱呢，所以造成股价也一直下跌啊，就是收购没搞成，还是偷鸡不成，还倒手2把米。那么双方呢继续独立竞争。那么 Canva 呢趁势在专业和企业级这块挺进，这是目前的竞争态势啊。
那么未来的1到2年呢，我分析呢就是产品这个行业趋势啊，就产品与设计一体化这块呢，从构思、设计、演示、落地、上线的闭环加速收敛到一个平台啊，不管是 Figma 的扩的这个 Slice Dev， 还是 Canvas 扩专业这个企业，还是 Adobe 的这个贯通创意、文档营销啊，都是在一体化。第二个就是生成式 AI 成为一个默认的一个界面了。那么从这个填图、扩图到这个纹身图纹身视频啊、图生视频，这个版式建议、代码片段、这个品牌一致性校验、计费啊，也转向席位加 AI 点数，并且呢，在浏览器化的这专业工具呢，更多高级功能嵌入了 Web 啊，以便实时协作和治理，是吧？像 Figma 它是继续受益啊，那么像 Adobe 和 Canva 的同步推进。并且在企业级的这个治理合规与品牌资产平台化这块呢，包括这个权限啊、审计啊、品牌模板啊、法务工作流啊，成为这个大客户的标配诉求。那么毫无疑问的 ，Adobe 的 Experience、Canvas 的 Enterprise 受益的。那么第5个就是在监管和重塑格局这块，大型并购可能更难了。那么头部厂商需要靠产品创新啊，而非整合垄断啊，来做了，对吧？这是未来的一个趋势啊。那么典型的运用场景呢，一般就是一个就是 APP 网页设计啊，强调的设计、开发、交付、版本协作，那么优先是 Figma 别人采用它啊，它是网页设计的有优势的啊。来做市场物料啊、社媒内容啊、演示啊，追求上手快、模块多、团队治理，那么优先是 Canva Enterprise 啊，它可能在需要的根据情况再需要把 Ability 视频工具来补齐，是吧？那么在高阶创作这块，就是企业数字语音一体化、影视动效、三维、印钱、PDF 签署、营销自动化，那么肯定大家考虑的是还是这个 Adobe 的体系，对吧？所以根据你的不同场景，选择不同的这个3家公司啊，让这个都是给你做内容，让运营更加实用啊。这里可以简单看一下，就是做视频号、海报的批量生产，毫无疑问 ，Canva 目前占优。啊，你要像玩叔这样做场景做 YouTube 频道的全站的素材，加个编辑，高级越做越好的啊，这个旅游的做的非常精致啊，4K 图像啊各方面啊，毫无疑问用 Adobe 啊。如果做 APP 产品，从设计到前端交付，那么毫无疑问是这个 Figma， 所以这3家也是有差别的，它的应用场景也是有细微差别的啊。我们再看一下分析一下这个公司，分析一下这个 Adobe 的护城河。就是 Adobe 的核心壁垒，它不是单点产品，而是它的全链条的生态加行业标准。就看一个公司有没有护城河，关键看行业标准以及全链条的生态。那么 Adobe 是具备的，它的行业标准地位，你们看啊，在 Photoshop 图像啊，在矢量 Illustrator， 在视频 Premiere Pro， 还有在动效After Effects 都是创意行业的语言，注意这是语言了啊！几乎每个设计师和内容制作人都要学习，对吧？学习成本加上行业的惯性就是护城河之一，很难转换。一旦学会之后就丢不了了啊！像玩叔现在不用，现在玩叔用简易那比较简单的是吧？做专业的话还是靠 Adobe 是吧？并且这生态是闭环的啊，从这个创意生产啊 ，Creative Cloud 到文档处理啊 ，Acrobat、Site。到营销的投放 Experience Cloud 形成了内容全生命的周期链条，这种一体化能力别的厂商暂时难以复制。你像这个文件与格式标准 PDF 这个 PSD 啊 PDF AI 已经是事实上的全球标准了，那么意味着创作者、企业客户都被深度的锁定了。你像原来华为搞那个什么4G 是吧？你没搞到4G 5G， 那你就被这个行业踢掉了。但是你要进入那个标准，那不得了，对吧？那么现在 AI 这块呢，目前这个 Adobe 的这个 Firefly 的不仅提供了 AI 生图、抠图啊，包括这个纹身视频，还强调版权合规、可商用。你看，等着大企业考虑合规商用化，对吧？满足大企业这个合规需求啊，相比于野生的 AI 工具，那是吧？那大客户更看重这一点。你别人一旦不合规，一旦法律诉讼，那一个公司可能搞不好赔几千万、几个亿，所以大家宁愿每年花的钱买这个Adobe 的它的这个视频啊，它的素材啊，它的素材库啊，对吧？起码不会不合规啊。那么这个在企业级生这块呢，那么 Adobe 它不是单纯的一个设计软件厂商，而是企业级 SaaS 提供商啊，它有这个 Experience Cloud 的 Document Cloud 绑定的这个财富500强大客户，所以续费率是相当高的啊，这是它的护城河。
另外呢，在 SaaS 方面护城河呢，就是说，我们看一下这个在创意这个 SaaS 这块，那占据了毫无撼动的垄断地位。它创意，这是它的 Adobe 的这个护城河。在文档方面，凭借 PDF 标准也有护城河。那么在营销这块就弱点，营销 SaaS 呢，它与这个 Salesforce、Oracle 正面竞争啊，这块它的护城河不宽啊，不宽。所以呢，它的战略定位呢是横跨 C 端到 B 端的复合型的 SaaS 巨头，从个人设计师到自由职业者到跨国企业的这个营销部门都涵盖了。所以护城河它是中等量级的宽度啊。那么再说一下啊，那么对大型机构来讲，那么护城河它极宽的。而像那个 Canva 呢 Figma 和包括那个剪映呢，它的蚕食的轻量级的用户市场，那都是散户啊，专业级还是靠这个 Adobe 是吧？而大型的广告公司、影视公司、出版商、跨国企业的设计文档、营销工作流基本上离不开 Adobe， 这意味着你重新培训、你迁移数十年的这个素材库，包括重构流程，你成本极大，你还不如每年花点钱买它算了，对吧？那么在数据广告链条这块，那么 Adobe 的护城河是比较偏窄的。在营销云啊 CDP 领域啊 ，Adobe 需要面对这个 Salesforce 和 Snowflake、Meta 等竞争者，它的优势来自于什么？和创作环节绑定，但单独拉出来比拼数据与广告优化，它未必能够有压倒优势啊。要想取代 Adobe， 需要做到下面的工作啊。我把这个 Adobe 画了它的这个护城河啊，画了4个圈啊。最里面的什么呢？就是文件标准、文档格式啊 ，PSD、AI 和 PDF。外面一层就是全生态的这个从创意文件到一个 Parent Cloud， 它的云服务，对吧？再往外延就是它的教育啊，教育生态，因为很多大学都是用的这个 Adobe 的这个软件，它的标准，所以你要取代它，那你要从大学从这个职业学校入手，就把 Adobe 拿掉，换成别的。第4层就是企业啊这块这个信任这块啊，所以呢，你要想取代 Adobe 的话，需要在这几个方面全部搞。比方说你的大客户这块，他最怕版权和安全问题，刚才讲过了。你要取代这个 Adobe， 那必须提供了 AI 加素材加合规保证完整解决方案，没有它你解决不了。所以呢，玩数分析呢，就 Adobe 建立它的护城河用了40年时间。新竞争者你需要有长期的资本耐心和大规模的生态合作，而不是单点突破。你像这个 Canva、Figma 都是单点在突破，那撼动它还是蛮难的啊，对吧？我再看一看啊，我就具体来讲一下 Canvas， 它主要冲击的外层啊，企业协作啊、品牌管理啊、AI 模板，想轻量化啊，企业合规这方面抢份额，它主要冲击了它的这个 Adobe 的4层护城河的最外层。那 Figma 呢，就是它切入第2层，从设计到开发的全流程协作，挑战它的这个 Credit Cloud 这一部分了啊。而 Meta 呢，也是在外层啊，也是营销广告投放在外层，是对 Adobe 的一个 Parent Cloud 直接威胁。而 Snowflake 呢，是靠数据仓库和这个数据湖呢，可能动摇 Adobe 在客户数据平台方面的地位。而 Palantir 呢，是在企业 AI 的分析层面与 Adobe 的一个 Parent 的数据驱动分析它有重叠。那么整体上看呢，它的核心啊 Adobe 就是 PSD、AI、PDF 的这个文件标准依旧牢不可破，这是它的护城河的最底层啊。但是呢，外层就是在营销数据、企业合规这块呢，Adobe 面临的 Meta、Snowflake 等强敌的压力啊。但是我认为它未来10年它的收益还会增长，不会被对手打垮，这是我说的结论啊。我们再来看看第3个部分，就财务分析的比较简单了啊。这个 Figma 刚上市啊，这个 Q2 的收入同比的波动啊，增加41%，股价剧烈波动，上市蛮高，100块钱跌了50-60块钱啊，它也没有历史可循，所以这个投资不能看过，没有历史啊。Canva 呢，这个没上市啊，这个据说这个月活的2.3个亿啊，但没上市啊，你也投不了。那么 Adobe 呢，我认为在2025年的 Q2 呢再创纪录啊。稳健增长，所以价格的低估了。你看图形看出来没？这过去5年价格在低位，它可能受到一个法律诉讼的影响。
加上 AI 大家都怕 AI 的股价它要被取代了，都这么想啊。但是你要深深研究的话就不会这么想，对吧？我们再看它这个近5年的平均这个 ROE 啊，就是35，是很好。第一指标57也不到100%，目前的市盈率22倍啊，所以我觉得相对来说很稳健，比较低估啊。另外呢，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就是它目前这样一个低价格又有护城河，那么有没有什么问题？最大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像刚才我说了，就是在 AI 这块创意，大家就担心这块，就是未来它顶不住那么多厂家的蚕食，是不是啊？但是刚才我们是分析过，它的核心它有4层护城河，核心它的这个行业标准，文档行业标准，加上它这个云服务，这个你很难撼动啊。人家这个客户他既然用的很好了，大家不需要换它有风险的，是吧？这切换的风险的，对不对？所以玩叔呢下定决心把它纳为玩叔的第3重仓股，来未来把我们资金5年，我今天玩叔做个节目，希望在5年后我这个投资5年翻1倍，这起码的要求，对吧？那我这个大资金池翻了1倍，那我的小资金池我不是有个这个从0到100万美金吗？现在不是到了1万多美金吗？是吧？那我也可以往上翻，对吧？我有大资金池，那是养老钱，那不能有任何闪失的，是吧？希望往上翻哈，我希望能获得更高的收益不，每年不是15%，20%到30%，对吧？那么只有通过了分析之后，才有可能取得这样的收益啊。玩叔不揣浅漏，把这个东西分享给大家，大家有什么不同的疑问或者不同的看法，希望和玩叔互动啊，打在屏幕下方，玩叔希望听到最坏的消息，万一投资错了，早点跑出来，避免亏损嘛，对不对？可以理解。好，谢谢大家。让你能够听到我的心，什么时候也能把我想起。